去做引产那天，医生问我为什么不要这个孩子？要离婚了，不想生。嫂子，我哥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也不需要他知道。5个多月，手脚都长出来了，引产不是小手术，你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嫂子，贺医生，你现在是我的主治医生，不是我的婆家人。该签字的我都签了，知情同意书也摁了手印。后天上午8点，空腹，带个人陪护。好。嫂子，我哥跟你3年了，他对你是有感情的。3年，我嫁进贺家1095天，他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：今晚有应酬，不会来。我不知道，那算什么感情？晚上陪我出席一个晚宴，穿正式一点。他从不问我在哪里，也不问我过得怎么样。3年来，他给我打电话只有2个目的：一是通知，2是吩咐。听到了吗？好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他说好。太太，这是先生送来的礼服。这么合身，一定是贺锦州的助理挑的。他的助理甚至比他更了解我穿什么尺码。还好，看不太出来。再过2天，这个秘密就不会存在了。怀孕了？快点，楼下等你。怀孕就让她好好休息。他关心下属，阿瑶，最近回国了吗？拒绝。关心朋友，资产负债冲到78，新增利润全部来自一次性股权投资收益。关心股票，关心财报，关心新项目招标。路上40分钟，4、5通电话，没有一个字跟我有关。本市青年台俊贺锦州，年仅32岁便跻身财富榜单，成为上榜者中最年轻的企业家。其背后的贺氏家族更是本地顶尖商业世家，市值近100亿。而我，温实宁，他名义上的妻子，在所有人眼里，他压根就没背景，就是也没学历，靠运气嫁入豪门的普通女人。贺总和他挨得还真近啊！就是，他们哪里知道，这个动作不是亲密，是掌权者的所有权，是让其他男人不得靠近我的宣誓。锦州，好久不见。依依，你回来了。3年来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站起来迎接一个人。上周刚回到，本来想早点联系你，
但又害怕打扰你工作。这位就是嫂子吧？经常听锦州提起你。锦州也经常跟我提起你。贺锦州的白月光，青梅竹马，留学5年，刚回国的商业才女。沈小姐，你好，叫我依依就好，咱们之间不必这么客气。坐吧。好久不见，久仰了，沈小姐。一意不胜酒力，这杯酒我喝吧。这些体贴入微的事，他3年里从未对我做过一次。每次晚宴，我坐在他身边，都像一个透明的摆件。那个贺太太也太可怜了吧，老公当着她的面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，脸都绿了。可怜什么呀？人家都嫁了身价100倍的老公，有钱花还不够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沈依依回来，贺家那位迟早要换人，那也是他自己没本事，谁让他什么都不是。什么都不是，评价的真好。该结束了。昨晚为什么提早走？不舒服。不舒服就别喝凉的。这是他3年来对我说过最温柔的话，可他会说这话，是因为锦州，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嫂子，她一个人撑起一片家，不容易。他在演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也不需要这场戏。曼曼，有空吗？妮妮，你终于想通了，帮我拟一份离婚协议。财产怎么分？不要。妮妮，你完全不用担心贺家的势力，我现在已经是业内顶尖的律师，完全有信心拿下这个官司。贺家的财产，我1分都不要，车子、房子、股份、存款，我全都放弃。我只要一张离婚证。妮妮，你疯了吗？你嫁进去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……我要的是干净利落，只要我1分钱都不要，他就没有理由拖着不离。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就是不想过了。对了，你那个工作室现在接了不少大单子，账上趴了不少钱，要不要帮你做个财产隔离？已经做了。看来你确实想了很久。不是很久，是3年。从嫁进贺家的第1天起，我就知道自己不属于那个地方，但我还是强留了3年，因为我以为他会看见我。现在我终于承认，他不会了。回来啦。依依来家里做客，我留她晚上吃晚餐。你跟王姐说一声，让多准备2个菜。我的婆婆让我去吩咐保姆给别的女人夹菜。3年前，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会难过，现在不会了。好，嫂子，我简单吃点就行，不用太麻烦。他不是在挑衅，也不是轻视，他的眼神里是一种我才是这个家主人的笃定。
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3年的东西不多，我嫁进来的时候只带了2个箱子，走的时候也不会多1件。你在干什么？收东西。收拾什么东西啊？我要跟锦州离婚。你说什么？离婚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要跟贺锦州离婚。温世宁，你嫁进贺家3年，吃贺家的，住贺家的，你现在说走就要走？我不从贺家带走1件东西。你以为这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那您的意思是，我不想走也得走吗？妈妈，怎么了？她叫我婆婆、妈妈，叫了3年，宋之华没有纠正过1次。嫂子，你这是？沈小姐，这个位置以后就是你的了。温世宁，你今天敢走出这个家，就永远别回来！我不会回来了。温世宁，你在哪？外面。回来。贺锦州，我说了，我要离婚。你又在闹什么脾气啊？因为昨晚的事。不是脾气，协议上写的很清楚，我放弃所有财产，只要你签字。不签。那就走法律程序。这是3年来我第1次主动挂贺锦州的电话。之前瞒着贺家买下的这间公寓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家。贺总，温世宁呢？温姐在里面。坐。温世宁，跟我回家。我没有家了。你是贺太太？很快就不是。我不要房，不要车，不要赡养费，不要任何财产分割，只要你签了字，以后我们就各走各的路。不签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贺家不离婚。那你爸妈20多年前不就离了？温世宁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说了，离婚。是因为沈依依。贺锦州，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。不是因为谁，只是因为这段婚姻根本就没有意义。温世宁，3年了，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种话。3年了，你也从来没听过我说话。回头再说。
回头再说这4个字，就是我们这段婚姻的缩影。所有我的事儿都是回头再说。我过生日，他让我回头再说。我身体不舒服，他又说我身体不太舒服，回头再说。我想出去旅行，他还是锦州，我们去这儿吧。回头再说。哎，好好。回头，回了3年，一次都没有再说。他什么反应？不签。他不签的话，分居2年可以单方面起诉，或者你有其他证据，家暴、出轨、转移财产。他没碰过我，他没有打过我，也没有碰过我。我们结婚3年，同床共枕的次数用1只手数得过来。最后一次是4个多月前，就是那一次，我怀了孕，也是那一次，我看到了他和沈依依的消息。锦州，我下个月就回国了，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的话吗？我不知道他答应了他什么，但我知道那个字的分量，比他对我说过的所有话都要重。那就分居，从你搬出来那天算起，我帮你记录证据链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下周有个国际设计竞标，甲方是悦城地产，你要不要亲自出面？不用，陈峰去吧。唉，温实宁，温总，大佬你还要藏多久？该露面的时候自然会露面。3年前，我以孤女温实宁的名字嫁进贺家，没有人知道。问这座城市最神秘的设计工作室，估值2个亿的行业黑马，背后站着的人就是我。也没有人知道我的母亲姓江，江城制药集团的江。温姐，有个客户来了，点名要见您。谁？名片上写的是沈依依。嫂子，听说你在这上班啊，我来看看你。挺好的，小是小了点儿，但很温馨。沈小姐，有事吗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来告诉你，锦州已经同意我搬进楚国了。妈妈也很开心，说家里终于热闹。那恭喜你啊！嫂子，你不生气吗？毕竟你可是锦州名义上的妻子呢。我生什么气啊？你不也说了，我只是名义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沈小姐，你今天来这儿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啊？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锦州不会跟你离婚，贺家也丢不起这个。但你继续耗在贺家也没什么意义。不如我们坐下来聊聊，要多少钱你才肯放手？王林，送客。温实宁。沈小姐，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。不是你没让我走，是我自己要走。区别在于，我不要贺家1分钱。你会后悔的。我后悔的事只有一件。什么？嫁进贺家。温姐，她刚才那个表情好吓人。悦城地产最大的合作伙伴是贺氏集团，这个项目如果拿下来，问和贺氏之间的业务关联就会更深。但如果我现在撤出来呢？还不是时候。该走的棋一步步走，该翻的牌一张张翻，急不得。
嫂子，明天的手术你还做吗？我需要确认。照常，明天一切都会从明天开始。妮妮，没事儿，小手术。走吧。嫂子，我昨晚一夜没睡。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我没告诉我哥，但我真觉得这个孩子……贺言，你是个好医生，做好你该做的事儿就行。快5个月了，如果留下来，再过几个月，这就会是一个完整的孩子。但这个孩子的父亲不爱我。久仰了，沈小姐。一不胜酒力，这杯酒我喝。我闺女真是女大18变啊，越来越好看了。谢谢妈。他的奶奶叫着别的女人闺女。最好。我不要你生下来，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。回来，温实宁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妈说你拿走了所有东西。你做的什么手术？刚才护士跟我说让你注意休息至少1个月。小手术。温实宁，你怀孕了？你引产了？贺锦州的孩子？没有了。你苏曼，别问了。我回去就帮你把分居证据做实，越快离越好。妮妮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回来，温实宁到底想怎样？我妈说你拿走了所有东西，你不回来我就当你同意了。依依今天已经住进来了。同意了？他连我搬走3天都等不了，就迫不及待地让沈依依住进来了，甚至还要发一条短信通知我，像是在施舍我最后的体面。祝你幸福，离婚协议请尽快签。拉黑还留着痕迹，删除才是真正的干净。外公，我离婚了。宁宁，外公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来来来，坐。是不是贺锦州那个鬼小子又欺负你了？不是，是我自己做的决定。哎呀，打小就倔，跟你妈一样。说吧，外公能帮你做点什么？不用，外公，我自己能处理。孩子，听我的，回家吧。江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。我知道你不想用江家的名号，外公尊重你，但要是谁敢欺负你，外公，我知道。我的外公江伯年，江城制药集团创始人，
坐拥100亿身家。我母亲是他唯一的女儿，母亲20年前嫁给了我父亲，跟江家断了联系。后来父亲出事，母亲也走了，只剩我一个人。外公找了我10年，终于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找到我。他想给我江家的一切，我没要。我想靠自己，所以我用温诗妮这个名字活了26年，考大学，创办问工作室，嫁进贺家。没有人知道我是谁，包括贺锦州。他以为他娶了一个毫无背景的普通女孩，可以随便对待。但他不知道，他口中那个什么都不是的妻子，设计过的项目比他谈过的合同还多。他更不知道，贺氏的市值之所以能在3年里翻倍，有多少是因为问工作室在背后默默铺路。但这些都不重要，我不需要他知道，我只需要他签字。孩子，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江家那永远都是你的啊！温姐，贺氏集团送来的，邀请咱公司负责人参加明晚新任副总裁的上任晚宴。他回来不到1个月，就坐上了副总裁的位置。贺锦州给他的见面礼可真大方。明天的贺氏晚宴，你去。老板，贺氏那边点名要求工作室负责人亲自出席。说我在出差。好吧，不过最近行业在传一件事儿，有人在查问工作室创始人的真实身份。谁在查？不清楚，消息是从贺氏那边传出来的。盯着点。贺氏会是谁在查我？沈依依还是贺锦州？3年来我藏得很好，问的注册信息层层加密，法人代表是陈峰。就算他们侦查到了，又能怎样？我温实宁从来不怕见光。有意思。怎么了？你猜今天评审会上谁来了？谁？沈依依。她以贺氏副总裁的身份亲自出席了那个会议。她还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要求。她说为了保证合作透明度，希望微影工作室的实际负责人亲自出席下一场会议。理由呢？她说行业里有传闻，微影工作室创始人的身份存疑，贺氏作为合作方有知情权。他这是在逼我现身。你怎么打算？让他逼。宁宁，苏曼，你帮我查一下，沈依依在回国之前，在国外都做了些什么？跟离婚有关，跟所有事儿都有关。进。老板，你让我查的东西出来了。说。过去3年，贺氏集团经手的大型项目有60%以上的外包设计直接或间接流向问工作室，这些项目的设计费用加起来将近2个亿。在贺氏内部财政里，这2个亿的支出被标注为第三方设计合作费用，没有任何人关联到您的真实身份。也就是说，贺氏现在只知道他们在跟一个顶尖的工作室合作，但是却不知道这个工作室的老板就是他们老板的老婆。对。但现在沈依在查这件事儿，如果查到您头上，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，您不担心？陈峰，我问你，如果问工作室现在取消跟贺氏的所有合作，贺氏会怎么样？短期内不会死，但会很疼。和悦城地产的合作肯定就黄了，后续几个商业综合体也得重新找设计师。我手估计贺氏的业务量会缩水20%到30%，股价呢？会跌10%到15%，不成问题。先不动，等我信号。好。
3年来，我以问工作室的名义，默默替贺氏集团做了无数次嫁衣，最好的设计方案，最优惠的合作报价，最高效的项目交付，不是为了贺氏，是为了贺锦州。我以为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他，他总有一天会看到我。结果，他看到的是沈依依的笑，沈依依的茶，沈依依的白裙子。这笔账我不跟他算了，但从今天起，问工作室不再为贺氏梳洗，我能给的，我也能收。就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。您怎么来了？我今天过来是问你事情。你真的想好要跟锦州离婚了？是。你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温实宁，我告诉你，我当初同意锦州娶你，那是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。现在老太太走了，我把话说明白。这张卡里有300万，你把钱拿着，签个保密协议，从此跟贺家再无瓜葛。300万，他觉得获得3年就值300万。离婚协议里写的很清楚，我不要贺家1分钱。那你要什么？签字。你什么都不要。温实宁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这个问题，你应该去问您的儿子。你什么意思？沈依依住进贺家几天了？5天还是6天？谁让她搬进来的？沈依依那是客，住在主卧的客。这300万您拿回去，只要贺锦州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我可以什么条件都不提。但如果他不签，怎样？我就去法院起诉。你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您觉得到时候媒体如果问为什么贺家少奶奶要离婚，是您丢脸还是我丢脸？温实宁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这样，温姐，贺太太好大脾气。没事。沈依依的背景查出来了，你一定要看看她。我一会儿就过来找你。沈依依在国外这5年根本不是在读书，她的硕士学位是买的。在海外期间挂靠在一家设计公司，表面上是设计师，实际上什么作品也没有。这3个获奖记录，第一个是你之前那个团队的作品，第2个是微影工作室2年前的投标方案，他把你的设计改了颜色和排版，署上了自己的名字。这第3个就更离谱了，是3年前你还没嫁进贺家的时候做的一个概念设计，发表在了一本小众设计杂志上。他抄了我的作品，抄了3次，然后带着这份完美的简历回了国，坐上了贺氏集团副总裁的位置。他不只是想抢我的丈夫，还想偷我的财富。证据链完整吗？完整，原始文件、时间戳、发表记录全都能对上。先存着。你打算什么时候用？等他自己跳出来。宁宁，你冷静的让我害怕。冷静，不是冷静，是3年来我吞下的所有委屈，终于有了出口。温实宁女士，这里是贺氏集团行政部，宋之华宋女士，请您明天下午3点到贺家参加家庭聚餐。家庭聚餐？
我已经搬出去了，还请我去家庭聚餐。知道了。应该是鸿门宴，我陪你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有些账，既然他们想回家算，那就一次性算个清楚。温小姐来了，里边都在等您。温小姐，不叫我少奶奶了。来了，坐吧。石宁啊，听说你要跟锦州离婚，这到底是怎么了嘛？这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磕碰的呀？你看这锦州条件多好。可是，今天叫你过来，不是为了别的。锦州的意思是不离，你的意思是要。那今天就当着家里人的面把事情说清楚。温世宁，你嫁进贺家3年，贺家对你怎么样？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都是最好的。那你还要离？你跟他们说了吗？说什么？沈依依住进我们卧室的事。啊？这什么意思？你们不还没离婚，怎么就……这沈依依真住进主卧了？我搬走那天，她就住进来了。我的东西还没收完，她的行李就先到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暂住在客房。客房在2楼东侧，你的化妆品放在3楼主卧的洗手台上，你的衣服挂在主卧的衣帽间。刘嫂可以作证。我不清楚，这件事情跟离婚没有关系，依依只是暂住。妈，今天您请我来，无非是想让我当着大家的面同意不离婚。那么我想请问你，是想让我跟沈依依一起住，还是想让我腾出位置成全他们？温世宁，跟我出来。我不出去，有什么话当着大家的面说。3年了，他应该是第一次在我脸上看到这种表情，不是顺从，不是忍让，不是温柔，而是平静不可撼动的决意。贺锦州，你要是再拖着不离，明天我就去法院上诉。起诉书我已经拟好了，理由是感情破裂，证据包括分居记录以及第三者介入。沈小姐，你的名字会清清楚楚地出现在起诉书上。温世宁，你敢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句话是您上次送给我的。这次罚酒来了，您喝还是不喝？我只给你们3天的时间考虑，3天内贺锦州要是还没有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，那么第4天一早，诉讼书就会直接送到法院。石宁，今早我帮你把离婚起诉书递到了法院。辛苦了。不过你要做个心理准备，中午12点消息就传开了，不是我传的，是法院系统里有贺家的人。猜到了。警报：贺氏西优婚变引发市场动荡，贺氏集团今日股价微跌2%。下午2点，贺氏集团的股价微跌了2%，原因是有投资人在朋友圈看到了消息。资本市场最怕2件事：企业内斗和老板私生活丑闻。撤诉。签字。温世宁，你是在威胁我？贺锦州，我在走法律程序，我有权起诉，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，不是威胁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？贺氏今年的股价那是你的事。你，贺锦州
3年里，你让我等了无数个回头再说，现在我不等了。你可以选择签字，干净利落，也可以选择继续拖着，看法院和舆论会让贺氏股价再跌多少。你变了。不是我变了，是我不装了。锦州，妈妈让我送饭过来。明白。好。啊，这样我开完会去找你。不是我变了，是我不装了。累了吧？出去。他是不装了。是啊，他婚前是那样。方律师，温世宁起诉离婚的案子，不管用什么办法搞拖死他，这回他别想死。老板，悦城地产的邮件你收到没有？咱们中标了，设计费8000万。贺氏集团作为悦城地产的合作方，未来3年所有的地产项目设计都要经过咱们工作室的审批。我看到了。你是没看到，你那方案一出来，悦城地产那几个老总眼睛都直了，当场拍板，一个字都不用改。他们还让我问你，下周的行业峰会能不能亲自参加，想见见你这位总设计师。好。还有件事儿，沈一今天在会上一直盯着我，会后还找人打听问的底，他好像认定了问是攀上了贺锦州才拿到了贺氏资源，在查背后是哪个女人。可惜他搞反了。可不是，3年了，明明是贺氏靠着咱们低价兜底，他才坐稳了副总裁的位置，他倒好，还以为是咱们在吸贺氏的血。石宁，贺锦州在找人调解离婚官司，你明天得去趟法院。温女士，贺先生的意见是双方和解，撤回起诉，恢复婚姻关系。贺先生同意以下让步：第一，沈一小姐立刻搬出贺家别墅；第二，贺先生将在1个月内安排一次夫妻旅行。夫妻旅行？我跟他说了3年，他次次都是回头再说，现在要离婚了，他这个头终于是回过来了。方律师，我的当事人不接受和解，离婚意愿绝不改变。苏律师，贺先生这次的诚意很足啊。诚意？这是温女士搬离贺家别墅当晚第三方级入住主卧，这是物业提供的车辆出入记录和监控截图。怎么之前没跟我说呀？还有，这是温女士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就医记录。苏曼，总之，我的当事人坚持离婚，请贵方在15日内给出正式答复。什么就医记录？与你无关。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婚。作为你的丈夫，我有权知道我妻子的身体状况。贺锦州，已经晚了。贺言，今晚到家里来，我有事儿问你。你刚才为什么不把就医记录拿出来？孩子的事儿，你知道，贺言知道，但贺锦州不知道。至少我想，他不应该在这种冷冰冰的调解桌上知道那个孩子的存在。妻子怀孕他都不知道，妻子引产他也不知道，这得是多冷漠的丈夫才能干出来的事。要我说，孩子的事就是最有力的筹码，能让贺锦州在社会舆论上彻底死掉。不是筹码。什么？那个孩子不是筹码。我只想干干净净的离，不想用孩子换自由，用秘密换条件。我明白了。如果他不签字，那我就等。法律规定，分居2年就可以判离，我等得起。那你自己呢？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好的差不多了。石宁，你什么都跟我说差不多了，你到底怎样？我饿了，请我吃饭。走，街角面馆，我请客。
温石英女士，我是都市设计杂志的记者周凯，我们正在做一期关于温工作室的专题报道，想请温的创始人接受采访，请问您方便联系吗？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有人提供了线索，说你可能了解温工作室创始人的真实身份。如果温的创始人愿意出面，我们愿意开出100万的独家合作费。我不认识什么温工作室的创始人，你们找错人了。怎么了？有记者在挖温工作室。谁放的风？猜猜。沈依依。他在竞标会上碰了钉子，查不到 Win 的底，就找媒体来施压，是想把你逼出去。先让他得意几天。是你到底在等什么？我在等一个完美的时机。他没想到时机来得比我想象的快。Win 工作室创始人身份成谜，质疑声四起，暗指 Win 涉嫌抄袭海归设计师沈依依。老板，网上都在说我们抄袭，我们要不要发声明？不用，让他们说。可是，陈峰，你信不信我？信。那就等着。沈依依在国外的履历大半都是注水的，她挂靠的海外事务所 Lumina Studio 在去年就已经注销，但我查到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赵明辉是贺氏集团总裁的前员工。海外投资部直属 CEO 管辖。对，查不到此人，但除了贺锦州，没人有这个权限。也就是说，贺锦州在海外做了一家空壳公司，给沈依依镀金，让她用假作品、假履历风光回国，当上副总裁。原来3年前，在我嫁给他的那一天，他就已经在给别的女人铺路，还越来越多了，但还不到出手的时候。贺总，最近关于温工作室与沈依依女士的版权争议，您怎么看？温工作室是贺氏的长期合作伙伴，关于版权问题，我相信真相会说话。有消息说温工作室的创始人一直不肯公开身份，您觉得这正常吗？商业社会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但透明和诚信是合作的基础。我个人认为，既然进入了公共领域，就理应受到公共的监视。副总裁沈依依女士的相关作品均有合法来源，贺氏集团保留对恶意诽谤方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公关部的声明 ，CEO 的签字，贺锦州这是想替沈依依做背书。他以为问的创始人躲躲藏藏是心虚，可他根本不知道，那个躲躲藏藏的人是为了他才隐姓埋名的妻子。老板，贺锦州的采访你看了吗？他这是一边低价让我们帮他干活，一边帮他的人踩我们。不急。他咋能不急？你上次说悦城地产要召开一个行业论坛，想见见我这个设计师。对，在下周。什么主题？原创设计知识产权保护。完美。致悦城地产尊敬的赵总，下周的行业论坛，问工作室创始人愿意亲自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。问的老板终于愿意露面了，太好了！我来安排最大的会场，这次同行业的人都会来。赵总，我有一个小请求。你说。你要名单上麻烦帮我加上贺氏集团总裁贺锦州、副总裁沈依依。这个没问题，贺氏本身就在咱们的合作名单里。谢谢。月底10天后，所有的牌一起翻。他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？难道是用了贺家的关系网？进来吗？你一直都住在这里啊？多久了？比你想象的巧。我今天过来，不是找你来聊离婚的事儿的。那是什么？客人都告诉我了，你怀过孕5个月，
引产，他做的手术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我的孩子。告诉你有什么用啊？那是我的孩子。对，也是我的。凭什么自己一个人做决定？贺锦州，在我知道自己怀孕的那天晚上，你在哪？你在沈依依的接风宴上，喝到凌晨2、3点才回来。在我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公司跟沈依依开1对1的闭门会议。在我决定去做引产的那天，你说了什么？你说今晚你应酬不回来。我一个人去做的检查，一个人听得开心，一个人决定去做引产，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台上，从头到尾你都不在。可是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在？我不告诉你你不在，我告诉你你就在了。3年了，我跟你说了多少回话，你有几次认真听了？我生病你知道吗？失眠你知道吗？多少个晚上在沙发上等你等到睡着，你知道吗？师娘，3年，这是你第1次这样叫我的名字。3年来，他都是叫我温时雨3个字，带着高高在上的客套和距离。而时雨这2个字，他今天第1次叫，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孩子。贺锦州，你心疼的是那个孩子，不是我。请回吧。师娘，我最近想了很多我们以前的事儿，你难道一点都不怀念我们以前那些美好的回忆吗？我们以前还有美好回忆吗？我们还没结婚的时候，你颁奖我都会陪你去，还有刚结婚的时候，你会去公司给我送你做的饭，还有什么？你陪我去领奖，是真的替我高兴吗？你只是想让所有人都看见你娶了个多么耀眼的女人。在我这个战利品到手了，你就开始惦记下一个战利品。所以我送饭你没胃口，我想去旅行你没时间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是回头再说。你娶了我，转头就忘了我这个妻子。贺锦州，你怀念的不是我，是你如何赢得一个女人的那场仗。我现在只恨我当初为什么会看上你，爱上你，然后让你轻而易举的得到我，忽视我，欺负我。师娘，我错了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3年前你有无数个机会，现在没有了。菊花。不是心软，是累。跟一个人耗了3年的力气，不是说断就能断的。但我必须断，因为如果我现在心软，未来等着我的还是无尽的。回头再说。怎么样？他还是想离。我是问他身体怎么样，5个月引产很伤身的。那你自己问他去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我俩以前多好啊，吃饭、逛街、聊八卦。要不是你看上他，非要去追，我现在也不至于都不敢见他。你说他看上我哪一天？你跟他结婚3年，你不知道？他父母走得早，这些年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。那年他来咱们家做客，你给他倒了1杯水。
就这？就这。他说他看到你给他倒水的样子，就让他想起了他爸给他妈倒水，然后他就觉得咱们这个屋子有家的味道。但就这么简单的爱意，你也没抓住啊。那我就重新再追他一次。这世上还没有我贺锦州追不到的女人。锦州，我在准备明天行业大会的发言稿，你能来我家帮忙看看吗？我看到石妮发朋友圈，说他明天要去参加悦城地产的。再说。我一直觉得问这几年出手的项目，哪一个不是行业标杆？你说他真的会去抄沈依依这样一个新人吗？谁抄谁还不一定呢。我现在只好奇一件事，问背后的那个创始人今天到底露不露面啊？业内传了这么多年的大佬，今天总算有机会见见真神了。我一直很期待跟这位前辈当面交流，我的作品都有据可查，欢迎当面对质。贺氏相信自己的团队，也相信沈副总的能力和品行。如果问工作室不能证明清白的话，请尽快向我司道歉。可惜，要让你们失望。我一直很期待跟这位前辈当面交流，我的作品都有据可查。贺氏相信自己的团队，也相信沈副总的能力和品行。别找了，我在化妆间后台。老板，你真的要上？2点准时。感谢各位嘉宾，接下来是咱们今天论坛的重头戏，问工作室创始人将发表首次公开演讲，有请问工作室创始人闪亮登场。怎么可能是他？竟然是他！贺锦州的妻子竟然就是问的老板。大家好，我是温石宁。大家好，我是温石宁，问工作室的创始人。今天我们论坛的主题是原创设计、知识产权保护，没有什么比亲身经历更有说服力。正是3年前我画的一份概念设计，发表在《精锐设计》杂志第47期。这是某位海归设计师的获奖作品，发表时间是2021年6月，比我的原稿晚了整整1年3个月。问工作室的每一件作品都有区块链存证，时间不可篡改，数据不可伪造。而这家所谓的海外设计公司，在贺氏名下，注册资金仅1万美元，他的法人代表没有任何的设计背景，成立2年后注销。他的唯一功能就是为某一个人伪造完美的履历。怎么会查到这些呢？我没有点他的名字，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提，但所有人都知道我在说谁。最后我想说，问工作室成立了5年，一共完成了127个项目，总设计营收3.6个亿。每个作品的原始文件和版权证书全部上传到了论坛的公开数据库，任何人可以随时取阅查证。这就是问的答案。谢谢大家。沈小姐，根据问资料显示，那家海外公司就是空壳。您之前说作品有据可查，请问您现在怎么解释？你拿空壳公司的履历来竞标，还反过来指控问抄袭，请问是你自己的主意吗？贺总，那家海外公司的注册信息显示在贺氏名下，是不是贺氏专门为沈小姐建立？您和沈小姐是什么关系？贺总，您刚才说相信自己的团队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您还要坚持为需要道歉吗？那种眼神，我从没在他脸上见过，不是愤怒，不是震惊，
而是一种迟来的、无法挽回的恍然，像是有人告诉他，他手里一直握着一颗绝世钻石，但他却亲手把它当成了玻璃弹珠。贺总，从这个月起，问工作室取消与贺氏集团的所有合作。据本台最新消息，贺氏 CEO 妻子自曝身份，问创始人竟是隐婚3年发妻。贺总，股价又降了4个点，董事会那边催您赶紧给一个方案。另外，明天的临时股东会，锦州，外面都在传，说你要免我的职。我知道作品那个事儿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我这么做也只是为了能让你多看我几眼。当年要不是我们家替贺家扛下欠债，那我们家就不会破产。如果我们家没有破产的话，如今能站在你身边和你门当户对的人应该是我。想我小时候还天真的说长大以后要当贺太太，后面你娶了温世宁，我也没闹过什么。如今回国，我也不是想抢回来什么，我就是想离你近一点。外面人怎么说我都无所谓，但你也要赶我走吗？依依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们家当年的事我一直都记得，所以你回国，我立刻就给你安排了职位。你说要搬进别墅，我也让你搬了。但这些和今天的事儿不一样。你工作履历有问题，你的公司海外注册信息是挂在贺氏名下，董事会看到了，那些媒体也看到了，所以不是我要免你的职，是我不得不处理啊。要不然明天董事会他们开除的就不是你，是我。我知道了，我什么也没有了，我没有家人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地方可以去。锦州，你能不能先不要把我从家里赶出去？我真不用，你住着，不用搬。我就知道，锦州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温世宁，你事业有成又怎样？这个男人，你抢不走。先生你好，外人见温总需要预约。我是她丈夫。对不起先生，这是温总的规定。近日，贺氏集团发布声明，副总裁沈依依因履历造假被免职。沈依依抄了老板那么多作品，他贺锦州一个免职就完了。可不是嘛，贺锦州那天当着所有媒体的面说他相信沈依依，还要我们问给贺氏道歉了。是啊，温总都嫁给他3年了，他都没发现咱们温总就是问的老板。你说他一个男人怎么当的老公？他什么时候对老板上过心？我敢说，他连老板早上吃没吃饭他都不知道。我之前的确是太忽视他了。10年还没吃早饭吧？给你买了的。谢谢，放那儿吧。我记得你以前就爱吃这家的，我专门绕路去买的。拿铁、半糖，我没记错吧？人的口味是会变的，现在我已经不喜欢这些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能不能跟我回去一趟？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。我从你家搬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的东西，现在你家没有什么我可留恋的。你回去一趟，如果你看完之后还是没有改变心意的话，我就同意跟你签字离婚。
我把咱们之前的结婚照都洗出来了。我们当时拍了很多，你还问我说要不要多打印几张挂在家里面。我说回头再说。现在你看，我都打印出来了。你还记得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吗？摄影师让你离我近一点，你不好意思，脸都红了。是不喜欢这张吗？你看看这个，这个。锦州，你以为的美好回忆，只是你喜欢的，不是我的。醒醒吧。外公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路过，顺便来看一看。不错，真不错呀，有你妈妈当年年轻时候的风骨。外公，如果您今天来是为了继承江氏的事，那我很抱歉。哎，不了。过去啊，一直催着让你回家继承江氏，那是担心你个女孩子在外边打拼太辛苦了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仅做成了8000万的设计大单，还拥有悦城地产这样的大客户啊！外公这心里呀，彻底踏实了。对了，江城药业啊，明年要建一座新的总部大楼，这个设计呢，就交给你来做，怎么样？纯商业合作，是商家，不打折。行，你说了算。师姐出事了！师姐出事了！爷爷好。哎，好啊，那你们忙，我走了。记着，明天中午回家吃饭。好。贺锦州的律师刚刚联系我，他说希望我们把诉讼离婚撤下来，改成协议离婚。他今天早上来找过我，不像是会同意协议离婚的样子。不是他的意思，是董事会。你之前公开身份，贺氏的股价当天就跌了4个点，后来沈依依被免职的事情上了头条，又跌了2个点，这几天又接连跌了几次，董事会坐不住了。他们希望把贺锦州离婚对公司的影响降到最低。他们说，如果我们愿意撤诉，调解金可以给到这个数。协议离婚可以，不过这笔钱成立一个基金会吧，去救助那些有先天性残疾的婴儿。让这些孩子在父母的关爱下好好长大。可如果我们撤诉之后，贺锦州他不同意协议离婚，按照规定我们就又要再等6个月才能重新提起上诉。他不敢。贺总，沈依依的事儿我就不说了，识人不明，一个履历造假的人，你居然让他做到了副总裁的位置上。还有你结婚3年的妻子，根本就是问工作室的创始人，你居然一点都不知道，整天坐在总裁的办公室里，你脑子去哪儿了？股价这2天连跌2次了，再这么拖下去，跌停板上就坐着我们这一桌人，
方律师和温总那边谈好了，撤诉，改成协议离婚。明天你把证领了。我不离，就没有不离婚的办法吗？知道了。信息确认无误，两位如果确认没有任何异议，就请在上面签字。从今天起，将正式进入30天离婚冷静期。冷静期满后30日内，双方必须亲自来领证，否则将视为撤回离婚申请。石念，我在想，如果你早点告诉我温工作室的事情的话，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？你问过我工作室叫什么名字吗？问过我累吗？烦吗？需要帮助吗？如果我早知道，那又怎么样？不过是会多看我一眼，回家多跟我说2句话而已。贺锦州，我不想以一个顶级设计师或者是身价过亿的身份，才能赢得你的喜欢和尊重，那样太不值钱了。石念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以前是你跟我说的话我没有听，你做的事情我没有看见，但是现在我看到了，并不是因为你是温的老板，而是因为我终于发现这3年里，你为我做了多少，而我还什么都没有还。石念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你舍不得的到底是温石宁还是温？是你，一直都是你啊。那你把贺氏集团 CEO 的位置辞掉吧。既然像沈依依这种人，你都可以让她坐上贺氏集团副总裁的位置，那我对你这么重要，你为我辞职吧。你看，你爱的从来都不是我。石宁，离婚冷静期还有30天，这30天里，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的心意的。回头再说。喂，外婆，我马上回来吃饭。宁宁啊，生日快乐！大小姐生日快乐！生日？过去3年在贺家，我早就不记得自己的生日。宁宁啊，今天啊，我让厨房专门做了你最爱吃的东西啊！走，站了。小周啊，小周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叫周岩，前沿资本的。他呀，一没事就往我这儿跑。恰巧今天你们都在这儿，认识认识。你好，周岩。温石宁。我知道，问工作室的创始人，很优秀。谢谢。别站着说话了，来来来，坐，走走走。又偷偷看你小师妹了。其实你们2个挺像的，放着好好的豪门公子哥、大小姐不做，偏要自己闯天下，骨子里硬气的很吧？我们是不是之前见过啊？是，海城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，我比你高2届。你也是学建筑的？我不是，我是学金融的，但是我对建筑一直都非常感兴趣。我看过你的作品，一个以竹子为原型的度假酒店设计概念，里面的悬挑结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谢谢。哎呦，原来是校友
外公，您看你又给我准备。不，这个我可没安排啊。不知道今天是温小姐的生日，匆忙中叫人备了一些薄礼。哪里是今天才知道？上个月来江老这儿，知道温小姐要离婚之后，就叫我备些礼物了，就等着今天制造一场偶遇送出来的。哎呀，多谢周先生的好意，不过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是我考虑不周了。来，走啊！哎呦，没事没事，烫着了。哎，快！真的没事。贺锦州的爱真廉价。是不合口味吗？啊，江老，你慢着点，好点没？没事了。公司的事能放就放吧啊，身体要紧。坐，吃饭。也是，外公70多了，为了江氏，还一直在一线工作。外公，公司的事儿您教我吧。我想好了，问我要做，江氏我也要学。以后我不想让你一个人撑着。哎呦，那就太好了！我明天就让人安排啊。哎呀，小周啊，我就盼着这一天呐，多谢你呀！来，吃饭吧，吃饭啊！锦州，依依怀了你的孩子，等30天冷静期一过，你去跟依依摆正理。什么？锦州，是真的，我怀了你的孩子。不可能，我根本都没有碰过，你怎么可能怀了我的孩子？锦州，你忘了吗？我刚搬进来的那天晚上，锦州，你怎么穿着石宁的衣服？不对，你就是他。明天去医院把孩子打了。锦州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没关系，不要以为你怀着孩子就觉得可以拿捏我。能做我贺锦州孩子妈的这辈子，只可能是温石宁。你跟温石宁已经离婚了，眼下陪在你身边的人是依依。依依怀了贺家的孩子，这个婚你必须结。董事会在逼我签字，你在家逼我再婚，你们一个两个都在替我做决定。有谁问过我想不想离啊？谁问过我想跟谁过？你们有谁考虑过我的感受？妈，我是你儿子，不是你的提线木偶。我妻子也不是看你心情的工具。把贺氏集团 CEO 的位置辞掉吧。是你说的对，我只有真的独立出来，才能做到真正的自由。贺石宁，你都已经离婚了还考虑锦州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我来是告诉你件事儿，
我怀孕了，3周。算算日子，刚好是你搬出主卧，我搬进主卧。贺锦州让沈依依搬进主卧了，你还在医院吗？也是我流产的那一天。恭喜你。温世明，我劝你趁早放手。我早就放手了，不放手的人是他。住手！沈依依，你在干什么？谁让你打扰诗宁的生活的？锦州，你还护着他？我肚子里可是有你的孩子，我们才是一家人。走。诗宁，那天是我喝多了，我错把他当成了你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你放心。那个孩子我是不会认的。贺总，你现在跟谁过夜，要跟谁生孩子，我都没兴趣，也跟我没关系。会没有关系啊？我已经想好了，这婚我不离。之前你不是让我辞职，就是会觉得我离开了贺氏什么都不是。我想过了，你说的对，我现在这个位置，谁都能压我一刀。董事会，我妈沈依，谁都可以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儿。这个位子我不要了，我要向你证明，我贺锦州就算是离开贺氏，没有这些资源，我一样可以重新站在你面前。妮妮，我看贺锦州这狗皮膏药的样子，这冷静期一过，万一他不肯离怎么办？是得想个办法，让他彻底放手。今天我们来江氏，不是跟高层开会吗？贺锦州来这做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追妻火葬场呗。爱的情深不能自抑，来这堵你喽。他竟然想要江氏的投资。苏曼，通知高层会议延迟，另外放个风声出去，就说江氏制药新上任的女总裁是一个年过半百，身材极度丰满，私生活极度混乱，且喜欢对长得帅、年轻的男下属关怀备至的老女啊！他不是表现的对我有多情深，口口声声说要追求我吗？那我现在就给他一个真正追求我的机会。听说了吗？咱们公司发生了一件大事。前段时间公司来一个女总裁，哎呀，别说都50多岁了，长得跟脱钢链一样。何止呢？听说他最喜欢在办公室里亲自指导那些年轻俊俏的男合作方。谁要是想要拿到合同啊，指不定得脱层皮呢。真的太荒唐了。浩总，我们江总这边有请。好，天啊，居然还敢去！请。又来一个送上门的俊俏小奶狗，等会儿贺总上去，80年骨头茬都不剩了。真是有的他受的嘞。张总，我进来了。江总你好，我是贺锦州。过去在贺氏，我全权负责多条核心业务线。如今我想脱离贺氏董事会，单独出来发展，特地带着新项目来向您争取投资。听说贺总在商业上的手段了得，可怎么连身边的人都管不好，放任那个沈依依简历作假、抄袭，还担任了贺氏的副总裁，差点连累了问工作室。江总您说笑了，
我已经罢免了那个沈一的职务，彻底断绝了跟他一切往来。是吗？可我听说你最近还在打离婚官司，一个连自己家庭和婚姻都经营不好的人，我怎么相信可以经营好我们江氏的百绿项目？江总，在这段婚姻里，我问心无愧。是我那个妻子，她成天在外面跟各种各样的男人勾勾搭搭，甚至跟我结婚，都是为了图我的财产。我究竟是下到什么地步，才会看上这么个厚颜无耻的男人？江氏可以给你投资，不过你得先处理好自己的家事。希望我们在下次见面之前，贺总在法律层面上是绝对的单身。好。希望我们在下次见面之前是绝对的单身。他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算了，大概是谁跟他像的。贺总，我打听到了前缘投资的周岩总裁联系方式了，您看要不要？好，能得到前缘的投资，这才是最好的。周总，贺氏的贺锦州带了个项目来，说是想和你谈谈合作的事。让他走公开招标，我这不搞特殊。明白，那您现在去哪？挪树。周总，我往这边挪一点，行吗？对，就这儿。宁宁，你回来的正好。我跟你说呀，周岩在百忙当中啊，帮我来搬花。这大盆发财树啊，可沉着呢，管家都搬不动，他呀抱起来就走了。你说他劲儿大不大呀？周先生，您再教，他来做的歌就要烂了。抱歉。我说宁宁啊，你看你这个诗歌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还是知根知底儿的好啊！你看他啊，根子正又能干，还知书达理，总比那个贺锦州好得多嘛。外公，我现在都还没从上一段婚姻的泥潭里爬出来，现在谈这些不合适。哎呀，怎么不合适啊？你总不能啊！我今天呢，就是来挪树的，顺便想吃个便饭啊！对，先吃饭啊！先吃饭。抱歉。周总，贺锦州的电话不接吗？贺锦州最近满世界的找人拉投资，想脱离贺氏单干。不过，温小姐放心，这个人我不会投。今天天气很好啊，太阳很不错。啊，是月色很不错。他这是在找话题，想跟我聊天吗？真可爱。不知道您到底是怎么了？抱歉，在来之前呢，公司里的05后说我年纪大，怕会和温小姐有代沟，所以就教了我几句网络热梗。刚才的那句不知道您这是怎么了，是一种关心人的意思。
那还学了些什么？啊，还有不知道我的身材很曼妙，是一种自谦的意思。哦，还有尊嘟假嘟是真的假的的意思。很久都没有看到莹莹这么笑过了啊！赶紧吃饭，吃饭啊！听说你最近要离婚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。周总，他今晚不止一次打来，还是接一下吧，万一有什么急事儿。好，那你就先回去吧，别站在风口。慢走。贺锦州是个极其看重自尊和分寸的人，即使再想拉投资，他也绝对不可能在被拒之后这样毫无体面的死缠烂打。对，吃完了。老板，我看到您了，马上就来。周总，您把我的手机号码改成贺锦州这一招，真是一绝。饭局上让温小姐看到贺锦州来电，既巧妙地表了态，说明您坚定地站在她这边，又顺势踩了贺锦州一脚。想必温小姐肯定感动坏了。她很聪明啊，现在她是已经知道了。走吧。温小姐放心，这个人我不会投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。原来是这样。可是贺锦州，你用你那3年的冷漠和残忍，让我失去了爱人的力气。现在面对别人递过来的真心和假意，我竟然连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了。贺总，解释一下，你私下联系悦城地产的周岩，想拉投资另起炉灶，这件事董事会没有收到任何报备。贺总一边坐在贺氏总裁的位子，一边在找出路。贺总，你是拿贺氏当跳板吗？阮依依的事情才过去几天，股票还没涨回去，你就给董事会捅了这么一刀。贺总，我看你这个位置坐腻了。董事会的意见很明确，罢免贺锦州的总裁位置，即日生效。各位董事，锦州做错了事情，我这个当妈的没什么好辩解的。他爸走得早，贺氏是从零做起来的。当年跟各位一起创业的时候，老贺从来没有亏待过任何人。他现在走了，留锦州一个人撑着这个摊子。他才32，年轻，糊涂过，会犯错。我今天呢，也不是来替他求情的。他做错了，董事会该怎么罚怎么罚，但罢免。老贺如果还在的话，你们会当着他的面把他的儿子赶出公司吗？看在老贺的面子上，位置可以领，但有一个条件。听说江氏新上任的女总裁对锦州有点兴趣。贺总，你既然坐在了总裁这个位置上，就该趁机会拿下江氏的投资，好让大家看看你的能力。你没问题，锦州明天就去办。妈，你居然让我去讨好一个比你年纪还大的女人，你还不让我当你儿子吗？你不去，那个位子明天就换人。换人就换人，我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傀儡了。不当傀儡，你告诉我，你离开贺氏你还能干什么？你去找周岩，人家连你面都不见，你连一笔像样的投资款都拉不到，你有什么资格给我说你不当傀儡？给我走！出来！你给我过来，把这个刷干净！闭嘴！我当初跟你爸创办公司的时候，为了省点保洁费，
天谈合同干项目，晚上来办公室打扫厕所。你现在站在我面前说你不当傀儡，那你倒是告诉我，你能吃得了什么苦？妈，觉得恶心是吧？但等你拿下江氏，这点恶心又算得了什么？江氏制药医药半强，100亿身价，他们一个季度的利润顶贺氏1整年的营收。你要是拿下了江氏，贺氏的富贵就有了。到时候你就是商界的神话。这温世宁看到了，他会怎么想啊？他那个问工作室再厉害，那也只是给别人做设计的，而你拿下的是江氏锦州。你想让他回来，首先得让他看得见你啊。妈，你当初跟我爸创业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特狠心？是，所以你恨我没关系，但等你站在最高位置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会像以前一样仰视你。温世宁也好，其他女人也好，你想要谁都不是问题。妈，让我觉得恶心，但我更恶心的是，我居然觉得你说的对。连自己亲儿子都能这样利用，那我肚子里这个，在他们眼里又能算什么？看来想从贺家拿钱，得换个法子。30天冷静期已满，双方自愿离婚的话，在这里签字。申宁，过去这3年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从今天起，放你自由。要不是我知道你在2个小时后约见了江氏总裁，我还真要被你这副深情无愧的嘴脸给骗到。江总你好，我是贺氏的贺锦州，这是我们贺氏目前最诚心的医药大楼的合作方案。离过婚了？嗯。贺总跟那个给你戴绿帽子还图你财产的糟糕前妻离了婚，不应该放鞭炮庆祝吗？怎么脸色这么差，兴致不高啊？江总说笑了，虽然他百般不堪，但终究是有感情的。原来这些你都知道。怎么会是你啊？怎么会是你啊？当然是我，那个在你口中找野男人给你戴绿帽子前妻。你是在耍我，从头到尾都是你故意设的局。所以你之前让我单身来见你，就是故意骗我签字才说的。是。温世宁，你比我厉害。我贺锦州活了30多年，还从来没有被人当猴一样耍过。你赢了，你现在满意了吧？看我像一条狗一样在你面前摇尾乞怜，然后再亲手把绳子掐断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啊？不，贺锦州，我只想要一个干净利落的结束，但你不愿意给我这个结束，所以我只能自己。申宁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孩子的事情我不知道，如果保安，贺总情绪失控，把他请出去。温世宁，我如果早点知道的话，我就温世宁。你没有早点知道，我也没有早点醒悟。这3年，我们扯平了。爸，我已经把钱打过去了，再忍忍，等我彻底拿下锦州，咱们沈家就能发达了。沈一呀，我
在外面像条狗一样给贺氏找活路，你呢？就这样拿着贺氏的钱往你这个破产娘家里钱。温氏你以前坐在贺太太这个位置上说，根本你这么不懂事儿。所以温世宁跟你离婚了，你但凡做出一点好丈夫的样子，他好歹之前是爱过我的，怎么舍得跟你离婚？闭嘴！明天，这段贺氏总裁家暴致未婚妻流产的视频就会传遍全网。贺氏还能跌停几个停吧？贺总心里应该有数吧？我没承认过你是我的婚妻。网民不需要结婚证，他们只想看热闹。500万买断这段视频，我拿钱走人。谁呀？闭嘴！锦州，要是让别人知道你在30天冷静期内就搞大了别人的肚子，董事会明天就能把你撕了。这500万我出，把视频彻底删干净。还是伯母痛快。站住！要拿走这笔钱，你得帮我办另一件事。你说吧。据悉，问工作室创始人温实宁近日就任江氏董事长，传闻其与江氏前董事长往来亲密，职位来路存疑。贺言，坐。嫂子，不，实宁，我来是替我哥道歉的。今天的新闻是他让沈依依找水军造的谣。去找水军，在网上放风，就说温世宁是靠委身于江伯年那个70多岁的老头子，才爬上江氏总裁位置的。等他走投无路了，他就只能重新回到我身边。实宁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我哥怎么会变成这样。至少，我以为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你嫁到贺家3年，我哥对你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，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公道话。现在，他又用这么下作的手段，我真的没脸来见你。贺源，你不需要替他道歉，你是你，他是他。况且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，所以你还是我的好朋友。今天，谢谢你。我想把这份录音公开，可我怕他会因此……他自己做的事情，后果就让他自己承担。贺锦州，你长的是脑子还是毒瘤？居然敢惹江氏，你是存心想让贺氏破产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个录音是合成的，这是沈依他陷害我。江氏集团发通知了，让你赶紧去公司楼下赔罪，快！江老，是我教子无方，锦州他也是一时糊涂，听信了沈依依的挑唆，才干出了这种事情。今天我们特意撕下老脸来给您赔罪，快说对不起。贺锦州，你真的觉得自己错了吗？温氏，你这个拜金女，宁愿天天跟江伯年这个能当爷爷的老头混在一起，也不愿意踏入贺家。你让我恶心。他是我外公，她是我孙女。江氏的亲孙女，温的创始人。温世宁，你藏得够好啊！你放着这么多显赫的身份不告诉我，在贺家洗做饭，是为了看我笑话？我们结婚3年，你回过几次家？在你眼里，只有算计、利益和高高在上的精英冷漠。
我生病的时候你在应酬，我被沈依依羞辱的时候你在护着她。你今天之所以站在这，不是因为你后悔伤害过我，而是你发现你得罪不起江氏。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爱。贺氏的人都给我听好了，如果不把欺负我孙女儿的罪魁祸首处理干净的话，我江氏制药今天将对贺氏全面做空。不仅是江氏，我们前缘资本即刻起断绝与贺氏的所有合作。周岩，周总，我们两家合作这么多年，你为了一个女人要跟我贺氏断交？贺总，别太高看自己。这些年月城之所以容忍你，仅仅是因为看上了为你工作室的设计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？石宁啊，这千错万错都是不是阿姨的错，你就看在你跟锦州结婚3年的份上，就饶了他这一次吧。宋女士，我这么多年在你家，难道你对我的冷嘲热讽和呼来喝去还少吗？有其母必有其子，贺锦州变成今天这个唯利是图的模样，你公不可？外公，我们走。从即日起，我江氏旗下所有的医疗机构绝不允许他贺氏人踏入半步。通知下去，悦城地产名下所有的商业步行街和高端门店，即刻起将贺氏母子列入黑名单，永远禁止入内。周岩，你为什么会处处维护他？这跟是你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的追求者，少在这装生气人设。要不是看着他背后的江氏还有显赫的身份，这个狗要去贴着他。我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爱上他，不管他是谁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温实宁也好，江总也好，落魄也好，风光也好，我都是追的。说起来，我还得谢谢你呢，你娶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，倒把我喜欢的人放出来。江总，哎呀，快点！颁奖典礼要开始了。哎，那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沈依依，就是那个抄温姐作品，履历全是造假的那个。我听说她后来找了好几家公司，人家一查她的记录就不要了。没想到在这干保洁，造了2次假，名声早就臭了。现在能有个保洁的工作就不错了。哎，是啊。听说贺锦州被贺氏踢出来之后，就一直在家待着，他妈到处托人给他找差事，但他呢拉不下脸，嫌这个丢人，嫌那个掉价，到现在还在家里靠他妈和他妹妹养着呢。行了，不关我们的事儿，走吧。本届年度商业领袖大奖获得者，江氏集团总裁问工作室创始人温实宁女士。感谢组委会，这个奖属于问工作室，也属于江氏信任我的每一个人。以后我们会继续勇敢地往前走，闯出一条新的道路。老板，去年有人说温是最大的黑马，今年就改口叫常胜将军了。恭喜温总。温总，恭喜了！我是贺氏的新任 CEO， 姓方。贺氏之前和温氏有过诸多的业务往来，虽然前任在任时闹得有些不愉快，不过都是过去的事了。生意嘛，利益为主。温总觉得呢？方总，问工作室和贺氏的合作已经结束了，我不打算再把这件事情翻出来，但我也不打算翻篇。合作的事不必再提。温总，拒绝合作也没关系。不过我一直好奇，你一个女人，凭什么短短几个月，就从一个离婚主妇
爬上江氏总裁的位置，又拿奖金，又拿项目，这速度，怕是连圈内混迹多年的老前辈都有些自愧不如吧？是你温总，凭什么混到今天？方总，温总凭的是5年完成127个项目，设计营收3.6亿。过去3年的项目全都是他带着问做的，这些数据网上都能查到。你上任之前没做功课吗？还有悦城地产8000万的设计大单，在行业论坛上当着全行业的面大家审议。方总觉得这些还不够吗？方总，我们温总拿这个奖可是我们组委会全票通过的。方总，没关系，以后嘛，各走各的路。你刚才那句话，比台上那段获奖感言好多了。看来你这偷听的习惯还没改掉。哎呀，偷听不偷听都一样，别再祸害我的发财树。温小姐，能否认识一下？在这一刻，她不再是谁的太太，不再是谁的附属品，她只是她自己。从今往后，我的事业，我的人生，只跟我自己有关。